刚刚呢，从这个印度打工回来啊，去了是打工去了，然后回来呢是空手回来的，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想说几句肺腑之言，说几句大实话，跟我们很多人呢想象中，包括在书本、网络上看到的呢，真的是不一样啊。印度它的首都是新德里，大家都知道，他们首都那边啊，现在的确是发展的不错，那边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用那种刀叉吃饭的，偏向于西餐一点啊，跟我们印象中用手抓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呢，基本上其他的小城市、其他的乡村里面吃那种咖喱饭比较多吧，就像那一种什么调料的，用那种玛莎拉了，在印尼那一带，包括在孟加拉国那一带特别的受欢迎啊。他们基本上本地人都特别喜欢那种玛莎拉，做所有的菜、炒所有的菜都是用那种玛莎拉，就是类似一种调料，跟那种胡椒粉是一样的。反正他们当地人都说呀，多吃这个玛莎拉呢，有那种可以增强体内的一个抵抗力，能够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壮。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骗人的还是胡说的，还是真正确有此事啊。在印度的街头呢，有那种好多的小摊小贩，然后那个马路上呢非常的杂乱无章啊，基本上那种小摊小贩在那摆摊也没有说什么城管，也没有人管啊，我感觉呢还是非常宽松的，就是那种低层人在街边呢做各种生意，就是用玛莎拉炒出来的那种土豆、咖喱饭什么的，然后那种市民呢买的还是蛮多的啊，也非常的便宜。但是呢，基本上那种形状，包括他们炒出来的那种视觉，我感觉看了之后呢，我都不敢吃啊，我感觉就是下不去口的那种感觉。咱们再说说印度那边的一个母亲河，就是恒河嘛。他们那个恒河呢，基本上他们的饮用水呢也是从恒河里面取的，但是他们好多人洗澡呢也是在恒河里面洗澡的，他们也不分上下游。有的很多人呢，印度人就直接在那恒河里面就直接上完厕所，上完厕所之后呢，更令人神奇的就是他们好多那种小摊小贩呢做饭取水也是从恒河里面取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区分的啊。反正这个用水啊，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去完印度之后呢，我感觉他们街上那种红绿灯啊，全部都是那个摆设啊，就根本就没有人遵守，该怎么走，车也不遵守，人也不遵守，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该怎么溜就怎么溜，跟咱们国内区别还是蛮大的。不知道他们那边是不是没有罚款，也没有罚单这一说啊？而且呢，你像在印度那边啊，他们的贫富差距是特别的大的，有钱的人是真的有钱，没钱的人啊，那真的是穷啊。甚至连咱们50、60年代那种生活水平都赶不上，而且印度那边特别的重男轻女啊，跟咱们中国完全是相反的。你像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几口去逛街，基本上拎着购物袋的，包括拎着那种重东西的，全部都是女生啊，全部都是老婆，要么就是女儿拎着，男的呢就是大摇大摆，在家里面我感觉就像皇帝一样。而且他们那边呢，嫁那种女儿呢是非常愁嫁出去的啊！你如果没有那种嫁妆，不赔很多嫁妆，男方就根本要都不会要你的。所以说他们那边，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生了几个女儿，生了3、4个女儿，真的是父母都愁白了啊！跟咱们中国的完全相反。在那边我跟那个印度人聊天啊，我感觉他们非常的自大啊，他们感觉除了美国之外的那个印度呢，肯定就是世界第二啊，感觉比咱们中国不知道要好多少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自信心和这种自豪感啊，可能就是没有渠道了解到外面，或者是怎么的啊。总之呢，在印度待了一圈啊，在那边也是打了工，找了一些兼职工作做了一做，虽然说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是我感觉到印度人民的一个心态还是蛮乐观的啊。虽然可能是物质生活水平没有咱们大中国好，但是他们在街头搞那种手抓饭，什么手脚并用的那种东西，反正他们自己人吃了是挺开心的，我感觉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多大的一个伤害，他们每天也是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每个人脸上呢也是洋溢着那种微笑，洋溢着那种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啊。可能是真的是物质呢享受不了那种美味的一个大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那种街头的那种手抓的什么东西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那种绝世的一个美味嘛，知足常乐吧。我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心态，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节奏啊，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吧。总之呢，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一个风俗，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嘛，我们也应该是多多尊重。然后现在的印度呢，已经成为世界的第1人口大国了，已经超越中国了。我想呢，咱们这个邻居啊，咱们中国的一个邻居呢，在未来呢，应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不知道大家呢都有没有去过印度，或者是有没有打算以后去印度去欣赏一下，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个美食。对于印度这个国家，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然后多多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